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我们今天要来说的是关公念恩，凡事利他。在我练习的这一段日子当中，我觉得这两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每一天只要出了家门，不管是上课还是上班，一定都会碰到很多的人。这个很多的人可能会是重复碰到的人，因为毕竟是上班嘛，同事咯，上课啊就同学咯，然后或老师咯，或是上司啊。那如果是经营者，那可能就是客户啊，就是都会重复，但是每天出去一定会碰到人。那再来就是人与人之间就会发生事件，不同的事件。那如果以事件，就是关公念恩，从事件当中去找到这个事件的功劳在哪里，我们要感恩他的地方在哪里。那如果是人，我们就要凡事利他，每一件事情去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想事情，而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想事情。一开始要做这样练习的时候是不太容易的，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练习，我觉得这个在练习的过程中会改变你很多。之前的影片有提到，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练习，除了找到平静，还有找到你自己，然后还要保持向上纯净的心。所以关公念恩跟凡事利他在练习的过程之中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每一天都会碰到很多事情。那我来举例一些小小的事情，可能就是每天都会在周遭发生的事。那比如说，你去大卖场买东西，那你可能跟对向车道的车同时发现了一个车位。好，这个事件，然后我们就要来练习，就是我们让他好了，然后我相信下一个车位会更好，或是说，今天我们买东西，然后可能有人不小心插了队，然后没关系，我们让他，因为他可能时间上比我们还急迫，所以他可能行动上会比较仓促，对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可能事件发生了，让你心情很好，那你是不是会感谢这个事情，让你拥有好心情？如果这个事件发生的很平常，就是每天你都会发生的事情，那如何去在这平常的事件当中去找到它的美好，这也很重要。哪怕是一点点的不一样，如果你有去发现那个不同，然后你因为关公念恩这个道理通了，可能这样子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。那如果说这个事件发生了，哎呀，好糟糕哦，让你心情很坏啊，很糟啊，甚至可能火冒三丈，想要爆发了，就是你给自己深呼吸3次，然后退2步想一下，真的有这么糟吗？好，如果说真的非常糟，你没有办法一下就处理你的情绪，那我们可不可以不处理？那可不可以离开现场，然后给自己几天冷静去想一想。如果几天过不了，没关系，给自己长一点，几个月可以吗？真的再不行，年也可以啊，1年2年过了，事件过了，不要带情绪。如果事件过了，你如果哪一天成长了，你回头去看看那个事件的发生，请你去观想那个事件给你的启发是什么，然后感谢它。就好像可能我身边会有一些朋友，然后可能我的个性，然后会
越矩、不尊重，然后甚至去激怒我，甚至伤害我，就是当下我可能会很生气啊，然后也会觉得说我已经做成这样，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回报？可能也会哭啊什么的。可是经过了这样练习之后，我觉得现在的我是会感谢当初那些事件的发生，然后造就了现在的我。因为有那些事件发生，让我有机会练习，所以才能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做分享。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一切真的，但是不是说一定冲得非常淡，让你没有感觉。可是像我现在就不是那种怨恨的感觉，或是抱怨的感觉，或是非得对方要跟我道歉，不用。我现在都会用感谢的心，感谢他们，感谢事件，让我有机会练习，让我有机会成长。真的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这将会改变你很多。还有刚刚讲了关公念恩嘛，凡事利他。如果你这2件做到了，我觉得你可以再练习一个小小的实验，比如说一开始给自己目标，比如说我1天可不可以不要生气？如果1天做到了，给自己拍拍手。然后呢，就迈向3天，然后7天，然后可以自己在月历上面做个小小的记号，看自己是不是能够达成。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很不容易哦。但是经过练习是可以做到的，因为现在的我几乎真的很少生气了。如果你悟透前面那2个道理，我现在1整年365天，真的会让我有生气的 feel， 可能是10根手指头算得出来的。因为经过练习，所以可以达到这样境界，但是我还不够高啦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真的要到很高的境界，应该是要到零生气，然后没有那种完全没有生气。但是我只是一般人。功能人真的也是一般人，功能人是平凡人，功能人是平常人，只是功能人有经过了练习，那可能会走到不一样的位置。就像你读幼稚园读完，你可能会读1年级，会读2年级，会读3年级，但是在练习的过程要跟大家说，不要因为你走到了3年级、4年级，可是你却忘了你当初练习这个过程带到你这个位置，然后就忘了简单的事情要重复的做。我觉得就算很高的境界，这2个道理一样要存在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。对，但是要先跟大家说，就是你在练习的过程中，在不发脾气当中，你仍要保持你个人的特质跟个性，不要因为你不发脾气，然后不生气，而让别人有欺负你的就是感觉或是意念存在，所以都是不好。记得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，不要去模仿谁，就是你就是完美的你。你要相信，这里面你一定要有100%的相信，纯净的相信。然后一旦你慢慢去咀嚼那些改变，我觉得你会感谢这2个道理，帮助你在每一天过得很好。今天分享到这里，I love you， 拜拜。